今天要学的东西可能是大家这个设计圈外的，但是如果有学过画画的倒还好，没有学过画画的话，这些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有一点点难度啊。大家把你的铅笔拿出来，教大家画一个卡通人物的一个基础面部比例，以及眼睛的画法、嘴巴的画法，还有那个鼻子的画法啊。把这些学会，大家在纸上画好、掌握好这个比例之后，我们再上手去画就会好得多。不然我们容易同样一个图案，我们画的就会歪七扭八。它的透视关系以及面部的宽度的一个关系，这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如果手里有这些圆形的东西的话，你们直接去勾一个圆。你那个纸杯有水吗？给我你那个纸杯用一下，没水吧？大家首先我正式开始了。然后这个首先在你的这个本子上，你去画一个圆你先去画一个圆，直接这样去画就行。好的，画这么一个圆，然后再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手指上画这个圆怎么去画？首先就这样画吧。我们去画一个方，一般所有的圆都是从一个方出来的。然后方呢，就是钉好四边的框，然后钉好中心一点，均等成4份。均等4份之后，我们在每一份中间去钉一个点。这样去钉点。然后如果在刚开始练习的话，你们在纸上或者说在那个指甲上不知道怎么去画，你就钉好，大概先钉好4个框，然后你再去走圆两点之间再去连线。连好这个之后，梁飞飞来了飞好久不见，你看见。然后我们再把中间这个连线的中间和这一块中间给它连一下。圆都是这么一步步精进画过来的然后下笔你们轻一点，不要特别重，轻轻的来。你看圆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方，这个圆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方形慢慢演变，然后不停的给它再去进行细化，就是看这个素描里面的这个圆的画法如果说这是一个球形的话，它应该是有阴影有。包括画卡通人物还好，卡通人物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去增加一些阴影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给大家再简单说一下它这个阴影投影，然后这一个圆就这么出来了，然后我们给它慢慢再精细化，再还原，最后就得到这么一个圆然后大家现在一会儿呢就找一个纸杯或者找什么，直接扣到纸上，你画出这么一个圆来，这是画了这2个圆，然后圆呢它也是有阴影的，你比如说这个光从这儿打的话，它下面这个位置，对吧？下面这个位置，它是有阴影存在，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透视关系包括这个光影的关系，你们一定也是去注意一下。包括在画人物的时候，如果说这个人物，我们找几个图给大家看一看。在第一张，我就打印了一堆东西，就是能用到的一些，包括一些小笔记什么的，就把它打印出来。比如说你看这个人物从这边看过去的话，它光是这样去打的，那么它后面这个地方整个面部这块一定是亮面这块一定是一个亮面，然后从这儿越往后越黑，因为这是一个侧面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这是光影一些简单的跟大家一说，就在画涂色的时候着重于哪个地方颜色应该亮，哪个地方应该往后暗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是咱们圆，先简单画这么一个圆，试一下先试一下这个圆会画吗？会画了不？就是在纸上，你比如在一个指甲盖上，然后这边来这边大操作，好多年不碰这些铅笔了。这是指甲后缘。我们在这想画一个圆或者画一个脸的话，我们其实不需要完全的去给它把圆画出来，因为整个面部的脸除非是卡通的，我们可能会圆一点你就这样简单自己定个位，然后你再去连线，直接去连它这个圆就直接能画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大家没有必要就非得去定位，然后画的多了，这种练习多了的话，基本上一个圆就出来了。但是咱美甲中有很多的这个辅助工具，你比如说点珠笔，对吧？大的点珠笔，然后直接一坨点上去，然后来回转，也能转出一个圆。这是咱们甲油胶的一个好处但是大多数所有的位置我们都是先以上下框
左右框，给它先把这个形状定出来，先把形状定出来一会儿之后再给大家说详细讲，大家就能理解了。针对于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一个位置上去讲，就明白的多了我们先画出这么一个圆，然后找到你圆的中心点，找好圆的中心点，在你中心点的位置上，就给它画一条直线，在中心点的位置上去画一条直线，画个中心线这是现在教人物比例的我先说一下，这个是人物的比例，卡通人物面部比例。直接就直奔主题，咱们直接什么主题卡通，然后我们在竖向再去画一个十字架，竖向再去画，注意好它的一个位置。好了，你先画到底端，下端先不要往外伸，先就画到这个位置上，先不要画多了。我们接下来呢，将这个点到底部的这个点二等分这等分分成2份，对吧？你也可以把这个线都画出去，往里画外都可以。给它分开，先是这个比例都能看明白吧？一半一半，是不是？然后继续，然后我们现在延长下面的这一部分，延长到什么位置呢？跟这2个的位置距离是相等的就可以。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定位比较简单的定位。画出它来，画出来之后，我们现在把下面这3部分的长度是一致的这3部分长度是一致的。你们先不要观察，先就这样去画，然后呢，我们把这一块延伸出来的部分，把它给4等分，不要画横线了，画一半，定上几个点，定上几个点，然后这一块每一部分呢，它是相同的我就你们自己去标注一下然后我这个就先画到这儿。这3部分相同，然后这小的3部分又相同，这个能看明白吗？这个能看明白。然后我们现在再去把咱们对应好的这些点，给它延伸一下把第一条线给它画出一个长度，这是我们这个竖向横向线条的画法，然后再把眼睛的位置给它定上，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也是什么呢？两个眼睛的距离是一个眼睛的宽度。比如说我们现在把1、2、3、4、5，把上面这条线5等分，给它5等分，下面这个也是同样的，你就5等分。下面这个5等分跟上面5等分不一样了注意它这个宽度，因为这条线要比上面这条线要窄了，要短了，是不是？这是眼睛这就大概定好眼睛的一个位置，但是中间呢一定是留着一个眼睛的宽度一般这个卡通人物呢要比真实的人物面部距离要短。我们现在把几个点给连起来，最下面这个点在这儿。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个位置，比如说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确定了我们面部的一个宽度看看怎么给你们说话会漂亮一点。你们可以先连线，我试试这个比例行不行？怎么确定？侧边
来把这条线，等分的这个线位置下侧去钉上2个点，让它稍微变得长一丢丢。把这块钉出去，然后呢，我们现在进行连线，从哪儿连？从你定的这2条线，它距离一定要均等。距离，你比如说从中心点，这是2啊，这是2，我们这边留2厘米，这边也留2厘米，留2厘米之后，把这边这条线顺向的给它连接过来。你们有尺子就有尺子，没有尺子就直接用手去连就行了。这么连过来，连过来之后，来再把下面这个位置连到底部。连到底部去。现在把边缘给细化一下。这是卡通人物正面的一个面部比例啊，它正面的一个面部比例图。大家看一下。能看出来它基本的一个情况吧。现在是直线，但是如果说把它变成一个弧线，没有谁的脸那么愣直呀。所以说咱尽量给它把这个线描成一个有弧度的过来，整个面部这个比例就出来了嘛，对吧？第2条线的5等分不用一样长吗？这个5等分，一样长，但是这个要比上面的短，所以说你在5等分的时候肯定跟它距离肯定会不一样，对不对？我这个点的位置。我很开心你们有人在跟着学啊。其实下面的问题不重要，主要是在上端啊，主要在上端，你上端去控制，好吧？你看整个现在一个小卡通人物面部不就出来了？其实所有的面部比例都是这样，只不过根据它是仰视还是俯视还是正视，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正视图啊，这一个呢就是正视图。所以它的面部比例是这样的。我们包括画这些米老鼠呀，或者说你画某些卡通动物人物都是一样。注意先找好它，根据你要画的那个图片，找好它的一个比例，你就大概在它脸上分一分，看看几等分，中间那个眼睛的位置是在哪儿，然后鼻子的位置在哪儿，你再1比1的缩小复制到你的这个指甲上，你的比例就没有问题，知道吗？好了，这是我们这个头部的一个比例基本上就画好了。然后眼睛呢，咱们眼睛的位置中间一定是一个眼睛的宽度啊，一定是一个眼睛的宽度。我们先随便大概画一个眼睛啊，然后我们上端这条线的位置就是眉毛的位置。眉毛的位置根据眉毛表情的不同，它可能有高有低，有弧度的，有凶一点的，对吧？但是上面这个位置是眉毛的，中间这里就是眼睛的距离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圆下端这个位置，这儿啊延伸出来的这个点就是我们的鼻子的位置。鼻子的位置啊，这个出来的。然后最后在这个不是把下面几等分了吗？中间有2个点，你看我画圈的地方，这就是嘴巴的位置啊，就是这么区分，一个标准一点的一个这个小卡通人物啊，就这么去来的。这个大家标好了没？标好了，我继续画了啊，我把眼睛给它画上。人物正常，你比如说光身体来说，这个写实人物就是亚洲人，可能说是7头身、8头身就算很好的，7头身、8头身。然后那个欧洲人不能说欧洲人，就是像身材比较高挑的国外这些，包括游戏里面的人物，可能就达到了9头身。然后小人呢，小卡通人物就可能带个4头身，或者说3头身上。啊，就是3头身，甚至说头跟身体的长度是一样的，都有这种。所以说，小孩跟大人的一个比例，包括一些少年，就是大概在10岁左右的小朋友跟成年人，他头部比例也是不一样。但是咱这节着重以卡通的面部比例为准，以这个为准啊。这个大家注意，不要把这个真实的画写实版的那些人物比例按照这个去画就错了，就错了。好了，我们画好眼睛、眉毛、鼻子、嘴巴，还缺什么？还缺一个耳朵，对不对？耳朵的位置是从上眼睑的弧度处为出发点。我们这样呢，就先把眼睛大概画一下啊，先大概去画一下他的眼睛。我先把这个眉毛定一下，大概。
单画一下啊，面部我们先走一个大概。有了框，你再去画，它就会画得多，有点偏向于眼球。大概画一下啊，然后鼻子的位置，哎，鼻子没写出来，啊，鼻子在这儿，鼻子在这儿，哎，不对，这个位置错了，我都跑给你，我咋感觉这个比例不对？我等啊，你们擦一下。眼睛的位置是在这个圆球的这个位置上，它是头部的比例，光去找那个圆去了，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哎，眼睛啊，这个重新画一下，宝贝们。我们把上面这个线不看，就以下面这个数为准。下面这个啊，整体往上挪了。这个地方是眉毛，哎，这里是眼睛。我错了。然后我在这光去照着上面那个线走了，其实是整体往下挪，但是比例都是一样的啊，也是5等分，比例是一样的。然后眉毛这样去画，哎，这是对的。我说画不太对呀。画完整个一看就错了，这是眉毛的一个距离，然后眼睛的距离给它从眉毛哎一侧过来，其实眼睛它那个眼睛的形状，我待会儿再给大家去说，有各式各样的，就一个小卡通版的小卡通人物，几头身什么意思？几头身，举个例子啊，我就简单画简笔吧，画简笔啊，这是身体，非常简笔，1头身、2头身、3头身、4头身、5头身、6头身、7头身，这是一整个人物它的一个高度。然后比如说他头是在这儿，好，身体脖子就站在2头身到3头身左右，然后胯骨啊，然后再上加上腿，再加上腿，这是一个几头身，1、2、3、4、5、6、7头身的人物，7套人物。然后卡通人物呢，可能就带个2头半或者3头啊，2头半或者3头身，头这么大，然后再加上身子，它就整体就缩短啊，这就是一个卡通版的人物，这个能看出来吧？这是写实的，这是卡通版的，就这个意思。就是几个头，几头，然后头越多的，他身材越好，你这样想就行。他身材是比较高挑的。好了，这是我们眼睛一个位置，然后画错了啊，刚刚我能筛掉之前的就好了。看你们这个走错，哎，这个眼睛到这儿，然后把里面内眼睑、内眼眶给它勾出来，是吧？这个黑眼珠给它标出来。然后鼻子呢，就在它这个圆形和这条线，哎，这条线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就是我们的鼻子。然后嘴巴是在这2个钉好的点中间，哎，这个小鼻子，2个小鼻子，整个人物面部比例就集中在整个下半部分。你看下面跟上面相当于是怎样？1、2，上面一定要比下面要长一点，你这样去看啊，这么去看。这样能看出来了吧？就整体位置往下挪，整个我们所有定好的点，如果你们自己定的点找不到，它自己之后看不见的话，拿这个中心笔，去把点给它叠上，哎，定好这些点，哪些位置是相同的，哪些位置在哪里，是不是？这个卡通人物面部比例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平常在画的时候，找好这个看好一个人物，首先确定人物的头顶啊，头顶排除下巴那一部分的话，它其实算是一个球体，尤其是脑门以上后面那一块啊，后脑勺，它是算是一个球体，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球体。然后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球体去画，然后脸上呢就找好它的一些比例，越卡通年纪越小的眼睛要放大，比例要夸张一点，就是要缩短。
啊，这是咱们卡通的一个位置。其实就是耳朵的位置在哪？我们先画完这些，鼻子找到了，对吧？耳朵的位置其实就从上眼睑的弧度处为出发点，就是上眼睑的这个位置为出发点，哎，出来。然后这是我看这个耳朵的最高点，耳朵的最高点，那么就在这个位置。那它的耳朵最低点就是下方是在哪呢？与鼻尖平齐，就把鼻子哎冲出去，大概在这么个位置最低点。它的耳朵的位置啊，我画成外星人了。我估计你这块是太收了，太往里收了，头特别大。好了，然后把那个耳朵咱给它给描出来。最高点是从这儿出发，对吧？哎，画出来，画出这个最低点，最低点往下去走。哎，往里走出来，画一个大耳朵突出，夸张一点啊，夸张一点画，大家能看出来，但太夸张了有点。这是它耳朵的一个位置，最高点、最低点在什么位置？你们自己去记一下。最低点与鼻子底端平齐，最高点与眼睛的上眼睑，而不是眉毛，跟眼睛的上眼睑去平齐啊。这是咱们一个卡通人物的一个比例。然后我们接下来画好了面部，去画头发，找好它的发际线。所有的卡通人物，你就算是一个绝世美女，你也是从一个光头开始画的，画完它的面部之后，再去给它叠加它头发的一个位置和它的一个画法啊。我们头发一般发际线在哪？画出它的头发，头发要先找到头旋的位置开始画，找到头旋的位置画。头发绝对不可能是怎样紧贴着头皮的，所以要给它画的蓬松一点，找到头旋的位置啊。我们一般来说，按照这个来看，可以把你看有的眉毛，你可以把它这儿当做眉毛，但是有的说它比较挑的，比较疑惑、比较疑问的那种表情的话，可能眉毛还要再往上挪一点啊，可能再往上挪一点，根据一个实际的情况不同，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然后可以把这个当做它的眼睛，也把一整个大的当做它的眼睛，这是它的上眼睑这么去画，或者说再把它的眉毛往上再去挪一点，然后整个发际线从它头顶开始，它一定是有一点高度的，它不可能从这个紧贴着头皮开始去画头发是不对的，所以说高度给它哪怕拼出一丢丢来，就跟那天给大家画艾莎公主一样，整个头发高出去这么多，是吧？毕竟它是做一个那种后背头，就是它是一定有厚度的啊。然后我们下端看看找好中心点，一般这个它的这个额头就是发际线的位置是在整个这一块的中间，它可能比较高，可能比较低，需要我们自己根据实际人物去掌控一下。但是一般呢，整个它的位置咱就奔着它的中心点去画，画出这是它刘海，就发际线啊。然后头发的高度是在这儿，然后咱开始去找它的这个头发。给它画出它的头发来。眼睛可以挡住一部分眼睛可以挡住一部分，这么去画，你们去试一下啊。然后不光头顶，你如果紧贴头皮去画，它是这种感觉的。如果你不光上面要留出一部分，包括它的侧面它的侧面是整个一圈它都是有一定弧度的包括这个位置上。所以说位置这边呢，我们也要给它画出它的一个头发。或者说你先从上端开始，从头旋开始往下走，可能有个小带毛什么的，是不是？能给它画出来，可能头发再蓬松一点，然后就往外走。这个好剪头发有点长了。这边也是，走点小带毛，对吧？它一定是贴在头皮以外的位置上去走的这些头发它一定是在头皮以外的位置，这样呢，它整个头发就有高度。你说想让它更蓬松一点，那你就画的再高一点，或者这些毛扎一些，这样再画高。你像如果是往上翻的那种，能看到发际线的，那么就从这儿开始去往上走，从这儿开始往上去走头发但是尽量就从它头旋的位置开始，确定它头发的一个厚度，然后再去走。
刚学了从一个球出来的啊，这是从一个球出来的。然后大家画头发的时候，不要出现这种很多的小细角，细角多了，你的有的地方可以宽一点，有的地方可以细一点，但是不要整体都给它画的头发太细，这种小细出来的，是做细节用的啊。要简单化，因为卡通本身就是把某些物体全部放大，所以说所有的都是给它简单化的。好了，这是咱们一个面部卡通人物面部的一个比例，接下来，我给大家再说一下它一个偏向于怎样。那如果说是正视图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一般像指甲上来画，来我拿一个指甲啊。假设说，来我们要画一些人物，在我们指甲上画的大部分都是以侧身为主，正对的都是非常卡通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了。但要像画那种比较写实一点、中国风那种卡通人物的话，一般它是侧背，不是朝左就是朝右，所以说你要掌握好它整个，这些都是写实人物的啊，卡通人物就跟这个稍微有点区别。写实的话，你看一个、两个，它的二头身到哪儿，三头身到哪儿，这就是另外一个学习内容了。好了，这个。整个面部侧面，我们正视图，如果它正对我画上去我会了，但是侧视图我怎么去画？就是我该脸怎么去掌握它的这个比例，啊？好了，我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刚刚咱们这个翻译，大家最后画一个，像我那个啊。大家找找我画的，我本来想以这个给大家去讲，就自己画的，然后我打印出来了，在本子上画的，眼睛怎么画，嘴巴怎么画，是吧？立体的，但是写实的，但是着重以这个卡通类的为主，然后嘴巴，待会给大家挨个去讲啊。昨天晚上，哎呀，熬得很晚，就想想给你们怎么去能说明白，找了一些图，找了一些网给大家去看。画一个圆，大家直接拿这个作为定点啊，然后咱那个都把它画完了。好了，这个刚上来大家接触的太高的话，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好了，我们先找到什么整个头的中心位置，我们先找目测这个中心点，给它横向画一条线，在它的下方200分的位置再给它画上一条线，竖向也画一个。竖向也画上，先画一个十字架，是吧？这是我们一个顺序，就是找好它头部比例。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区域分块啊，这个当做 A 区域，然后把这个下巴这个位置给它延伸出来，就当做 B 区域。然后再往下的这一块咱当做 C 区域。A、B、C 分成3部分，好，然后我们一个眼睛的位置，不能说眼睛位置，再把下端再给它区分，分成几等份还记得吗？5份对吧？给它把这点开，1、2、3、4、5，1、2、3、4、5。这5等份咱都给它标出来，着重呢，这个横线的位置是哪儿？这个位置是哪儿？这个到这个之间的距离就是鼻子的位置。我写一下吧。没有 B。A B C E 是什么 ？E 是它的鼻子，然后再把中间这儿画出来。整个鼻子的位置确定了，然后再就是剩下是哪儿？这一块儿。这个就是嘴巴，可以，这是一个标准，但是可以根据一个真实的情况去做调整的啊。根据情况去做调整。A 呢就是在哪 ？A 是什么？A 和 B 中间 ，B 在这个位置 ，A B 间是眼睛 ，A B 间是一个眼睛啊。然后不要特别，就是在 A 的这个位置和 B 着重在 B 是它的一个眼睛的位置。然后再画鼻子、嘴巴，只能这样去区分啊。然后一般呢，就是那个 A 和 B 的距离
是相同的，就咱就跟在这学习一样 ，A 和 B 的距离是相同的啊，然后和 C 这个地方也是相同的，因为 A 等于 B 等于 C， 对吧？真是在这学习。然后这个 C 呢 ，C 里面，哎，就跟整个，哎，就是这么一块的距离，就是下段5等分，5个 e 等于5 e 啊，然后最后还有这个中间一些小区分，就是直接这样分开了，大家这样去记。这节课含金量太高了，哎，我给你们去讲这么多，这讲太细了，含金量太高了，这是在这上课，来上课啊，来说一下哪个距离等于哪个距离。想想，这是咱们这个卡通人物的一个面部比例图。其实这个，画正面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掌握好对称就好，掌握好对称。卡通人物是对称的，但写实人物的面部没有完全对称，就是我们可以当做正常人的面部，它是没有完全对称的。但是卡通人物的话，基本上左右都是完全对称，除了头发以外，面部的基本左右对称。我们学会了人物的正视图，那它的一个侧视图，如何怎么去画它的一个侧视？侧视图和半侧面也有全侧，就是全部侧面的，也有半侧的。半侧的就跟我跟大家说过的这种，稍微倾斜的这种叫半侧。全侧呢，整个就是脸部的侧面了。这里给我画一个手里高区，费时间。谁让你不能让你们直接把这个放到指甲上去画。首先你们要自己这样去练习，多画，找好人物的这个比例。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临摹，然后到后期你可能要自己去画，自己去设计一个人物的话，你在画的时候你必须掌控好这些比例。所以说哪天你们要真画的时候，你回头来再来看看这节课，就知道该怎么以一个什么比例去画。然后但是如果说我单纯我就教你们这个人物画会了，然后他其他人物呢？再换一个其他人物，你又不会画了，对吧？所以人物比例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待会儿咱们实操一下，好吧？实操一下。好了，咱那个正面会了，侧面来怎么去走它这个侧面的角度？在绘制侧面的时候，咱同样还是以圆和辅助线去定位啊，给它定脸部和五官的一个位置。其实，在侧面的这个五官和脸型，它是发生了一些透视关系的，所以说基本上不如正面更好确定它有透视关系。全是这些，其实也根据这些辅助线吧，我们就还是去定这些辅助线啊，定辅助线。好，来，我们首先在你的这个纸上再画上3个圆，画上3个圆。我们要单纯挨个再画圆的话，太浪费时间，那时间不够啊，我就直接拿纸杯去画了。你先画2个也行，先画3个也行。好，这个定上3个圆，然后咱们的这个辅助线，把主要的 A、B、C 那3条主幅的辅助线给做出来。还记得 A、B、C 是啥吗？这3个不在一条线上啊，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所以说它几个肯定是不是平齐的，它不是平齐的。想想 A、B、C 3个点是啥？这是复习，举干复习的。现在我们画几个角度的人物。找好几个啊，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先从第一个开始，然后我们首先确定什么呢？一般像这个的话，我们这个画的是一个半侧，画一个是一个半侧面，所以说我们想想正侧面的话，它的整个中心线是在这儿，对吧？整个中心线是在这儿。那么半侧面它的中心线是不是就发生了偏移？中心线指的是什么？从头顶，你就记得从头顶到下巴的一个距离，这条线就叫中心线，它是来区分左右对称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中心线发生了偏移，你想让他的眼睛或者他的面部往哪边去侧，他就往哪边走。但是我们的脸是一个圆，头顶是一个圆的，对不对？我们首先确定好咱们的这个眼睛，眼睛还有下巴的一个位置，下巴是在哪儿？比如说整个头部在这儿，我们要整个面部发生了改变，往左边去侧，就拿咱这个话来说，往左边去侧，侧好了之后，它整个头部中心线就上了中间这边这个位置上，对吧？它的下巴位置，咱不是最下端是咱下巴的一个位置吗？对吧？是在这儿啊，那咱也把它的下巴的位置往左边去挪，先挪到一定点，定好了它下巴的位置。还有咱眼睛的距离，眼睛的位置在哪儿？眼睛的位置在哪儿？大家在真人画的时候不需要画这么多辅助线的啊，是在
眼睛大家想一下是在哪儿 ？A 区域还是 B 区域？是在 A 和 B 的中间，对吧？以 B 为主，那么就 A 区域、B 区域以 B 区域为主，那就在这个位置上，哎，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辅助线眼睛它也发生了透视，它可能是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头部你从头顶给整个连到下巴上，它是不是也发生了透视？所以往侧面去弯，哎，往侧面去弯。整个面部可能往下面去看，往上面去看，是呈现这么一个角度上去，呈这么一个角度去的啊。所以说大家一会儿画的时候就着重去注意一下。然后眼睛的位置在哪儿？头部的位置在哪儿？下巴的位置在哪儿？给它找好。大家先去画一下，就找好这个角度。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根据这个角度去确定我们面部的一个轮廓。比如说这个是应该是从眼睛外侧这个区域，球形外侧这个区域给它往下走的，对吧？这边呢，哎，眼睛外侧从这个区域，咱直接就怎样连接到下巴，但是一定要给它把它的腮部给它做出来，给它连过来。它侧面这个角度是不是就出来了？你右边也是一样，右边它是从球形外侧，哎，给它连过去，比如说到这儿。找，这个时候就不要找左右脸部的对称，你侧着的话，它基本上是不会对称的啊。但是我们画这个就是这叫啥来着？就是这叫咬肌那个位置，骨头叫什么来？这么多词儿，就面部有很多肌肉名字我都忘了。回头我捋捋再想想啊。就是拐角，画它的拐角处的话，咱这个位置我再给大家简单一说。画侧面的时候，它的位置你可以这样去画，或者说卡通人物你可以稍微有一点，因为下巴都比较尖嘛，对吧？可以稍微有一点，但是绝对不能是这种的，不要画一条直线，也不要是这么一个弧度。但是根据脸型不同，它是稍微有点区别的啊。所以说咱这张卡通人物它也是有一点点这个角的。好，咱们从这儿过来顺下来。差不多啊，给它用擦亮。好了，这不就它一个侧面的一个角度，看它的眼睛的位置，然后整个面部中心线的位置，这样能看出来吗？对，颧骨，对，我想起来了，这天天说啊，做美容这个该不动。行了，这是侧面的一个角度，就这么去画。包括我们画这些人物，是不是先要根据它定出？这是卡通版的，写实版的也是一样，你们把它当做卡通版的啊。定好这个脸部，哎，侧面去走，往侧面去走。整个脸出来了，哎，这个位置你看它的中心线是不是在这儿？是不是在这儿？也就是说，中心线就是它的鼻子和嘴巴中心的位置，以及眼睛的区分那条线是在这儿。所以说你们大概定好，哎，它的头顶额头在这儿，下巴在这儿，侧面有多么宽，哎，定好这个位置，然后给它找好它整个角度的中心线，找好中心线之后，再把眼睛的这个弧度，哎，给它画上，是不是？你再根据这个进行眼睛或者鼻子、嘴巴的构画就可以了，对吧？这是咱们侧视图的一个角度，啊。然后再根据这个去根据它一个透视，这个透视非常关键。这些课就是需要大家掌握比较多，咱一下子跳跃性比较大，但是卡通还行。好，这个位置一定要比，这是它的腮帮，这叫什么？叫啥来着？天天去圆圆给人就是微整还有什么？这个叫啥来？不是，这个颧骨是颧骨，然后这儿呢，忘了，这是两个位置啊，不要让它两个完全对称。这是咱们就是打梳脸，就面部拐角那个地方，面部拐角就是这儿。哎，我待会儿回去我再回头捋我那些特性，我全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那人的这些所有的骨头都有他自己的名字，可麻烦了。好了，然后再通过这条根据定好他眼睛的一个位置，根据透视的关系来说，眼睛，咱待会儿单独再去画一画眼睛啊，单独画一画眼睛。然后，哎，眼睛一定是怎样近大，所有的你画那个景物也好啊，画景物也好，画人物也好，永远都是近大远小，近实远虚啊。近实远虚，你们在画画的时候掌握这么一个角度，尤其写实的这些。好了，那么这边呢，这个眼睛一定要比远处这个眼睛稍微大一点。画出它的上眼睑，走好它的眼睛。眼睛你想想，中心线过来，它的眼睛位置在哪里？对不对？它一定不是一个标准的圆，它也是一个稍微侧一点的这种啊，稍微侧一点的这种。所以说你们画的时候，
哎，想让它更侧一点还是半侧一点？远处这个眼睛呢，相对来说就要小一点，对吧？小一点，找好它这个角度上，哎，再进行给它一点点的勾画，然后眉毛是不是？眉毛是在哪？在那。眉毛因为侧面挡了一部分，可以只留一块儿，哎，它只露了一部分。眼睛我大概先定位，鼻子呢？鼻子就往这边走，哎，如果咱这个位置其实有一点点跑偏了，这个样子是对的，这样是对的。好，把它的鼻子拎出来，找好中心线。鼻子的位置在哪儿来着？记住，去想想我们的那些点，想想我们的那些点啊。鼻子的位置在哪儿？然后嘴巴的位置几等分，应该在什么位置上，是吧？这是鼻体的位置，鼻子可能是在这儿，嘴巴哎侧面的一个，就这么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去蓬松她的头发，再去画她的头发。如果是一个小姑娘的话，哎，她的头发应该是怎样的，对不对？我们去找好她的刘海。刘海整个这个位置的中心线，哎，找好中心线。刘海你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对吧？来往这边来，耳朵位置在哪儿？冲到上眼睑的上侧和鼻底的下侧，那么它可能是它就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找好它的这些头发发际线的位置。这边也是，哎，这边头发可能露的就少了。但是还会露出一部分来，哎，小姑娘、小男生就这么去画啊，就这么去画。腮帮子，对，我怕我们叫腮帮子，你们听不懂，太土了，太白话了，这么一个角度。所以说，你就算画人物，头发不要紧贴着头皮去画，它头发一定是要有厚度的。然后我们这样画出来的话，整个面部就漂亮的多了，好吧？中间的格多少呀？中间的格在上头，我刚刚不是又重复讲了一遍吗？不是因为你刚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在这儿。待会儿不知道的去看之前的那个回放啊，看之前的回放，因为再讲的话就浪费时间。这是人物这个测试图的一个画法，我就不再画中间测试图，你们大概知道一个，我把右边就是正侧的这个测试图也画下去，画到下面啊，我用这个来画，这个学会了吧？这样一看，你们是不是整个卡通人物，它就看起来就真，就没有那么假，对不对？你这个掌握好了，你画真实人物都可以的啊。好。咱们再去画一个正侧，正侧的话，它这个头部也是相当于我们的头顶人物的头顶永远是一个球。我这其实有那个假的骷髅，我拿来你可以找能找着的，我给他们看一眼，假的那个骷髅就在那里面，骷髅，然后就是教大家画画的时候用的，因为要做素描嘛。然后它的侧面这个位置就相当于它的头顶，也是一个球，我往中间画一下吧。时间有限，咱们还得画别的，是不是？能给大家演示了这么一段时间。你看好找吧，不好找就算了。我给大家想看看这个东西，在直播中出现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吓人。不好找，你把那个拿下来，当下来应该就在上面，它比较好找。好了，来，我们从正侧面去看整个它的一个比例问题，咱还是把之前的那些横线都给画上，把之前的横线全部画上。找找它的比例，看，找找它的中心点。先画一个十字架，你们不知道的就画先一个十字，我们叫十字架啊。先画一个十字，然后呢，把 A、B、C 区域给它画出来。把 A、B、C 区域画出来，想想在哪啊？然后哎，该哪里等分的就画上去，是不是？有的地方别画错了，啊，先画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走，正侧面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不好找算。咱今天学习添点乐趣，大家别害怕啊，这是假的。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画画的时候用整个真正人的头，看看上端其实它就类似于一个椭圆状，它其实不是一个球状的啊。但是我们画卡通人物就把它给做成一个球状，我把下面的地方都挡住。哎，这儿，看额头是吧？上端后缘都是一个球状的，然后下端收过去，给它收过去。老师有呀。然后那个对象也是学画画的啊，学
他是画多少年央美的，所以他这些东西常有，因为他也要教人画画，所以我经常也会看那些。别害怕，这都是假的。但是我跟真人是跟线下的学员他们都说是真的，都说是真的。然后侧面你看，整个前端它是尖过来的，然后后脑勺这个地方是一个球，看见没有？没事就盘一盘，你看盘出浆来了都。然后这嘴巴整个突出，这是写实人物的，写实人物的啊。提神醒脑，瞬间就清醒了，是吧？看看，我怕回头我再传点什么教程，因为这个再过不了，所以我不敢给你们看多了。那有的人在害怕，这是啥呀？这是，看你们都很清晰。OK， 我就不拿了，放在一边，咱继续画咱们的。哎呀，待会你们想看再给你们去拿。然后测试图中间的这个中心线跟这种卡通的侧面就不一样了。它中心线一般，哎，就是整个头部的中心线。头部的中心线在哪儿？看一下，咱高点看看啊。头部它还有一个下巴颏让我拿掉了。它头部整个中心线过来，从测试图去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耳朵的位置？从侧面看，这是不是我们耳朵是在正中间往右一点点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说测试图跟正视图它又不一样，测试图跟正视图又不一样了。整个哎这个区域可能是耳朵的一个区域，然后它眼睛的区域开始往前部去挪，整个头部面部的中心线在这边，在这一面。所以说，哎，我们看一下啊，颧骨的位置整个给它画出来，或者说这个小孩孩吧，这个小孩孩在 A 区域，眼睛是不是在哪儿？在 A 和 B 中间，对不对？在 A 和 B 中间。那么我们画的时候，着重于在这儿了啊。但是画侧面的时候，眼睛就不能是一个圆，不能是一个圆，它要变成一个椭圆，因为我们的眼睛是一个球体，是一个球体啊，是一个椭圆状的。哎，画好这儿，对吧？侧面的一个角度，侧面一个角度，眼睛的位置，然后来到它的鼻子，其实有一点颧骨，但是小朋友一般少啊，小朋友一般少。我们贴紧它的这个球状，贴紧它的球状，然后开始。就是把你现在的眉毛，假如说我们画上它的眉毛，眉毛往上一点或者往下一点，在眉毛对应的这个区域，就相当于我们颧骨，不是眉骨啊，眉骨凸出来的部分。但是卡通人物一般也少，但是你最好也我给你们直接画出来吧。这个位置就是突出一点的，这是它眉骨的一个位置啊，眉骨的一个位置给它突出。然后眼睛因为是往里凹的嘛，能不能给你们看？你们从侧面去看眉骨这个位置，它一定这是眉毛，咱有个挑眉肌，对不对？然后眉肌是在这儿，然后眉毛是在这个区域内，那么这一块一定是突出的。眼睛往里走，鼻子往外翘，你看它是有这么一个弧度的，你们千万别从这儿给它画成一条直线。眼睛一定是往里去凹，然后往外走的，然后鼻子是往上翘。其实咱们鼻子骨头，但是鼻尖的位置应该是在这儿，鼻尖的位置在这儿。写实的话啊，我还发现这个还派上了用场，我就没想到今天想拿它给大家画，因为毕竟是卡通的。眼睛去往里走，眼睛往里走，我们在整个这个位置往外一点点，在这条线上。哎，鼻子的位置还记得在哪儿吗？在这一条线，对不对？鼻子的位置是不是在这个区域？咱们的 E 区域是不是在这儿？所以说它的鼻尖位置，咱就放到这个地方去。我们画出来，画的有一点点写实了啊，有一点点写实了，但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好，然后鼻子。嘴巴想想，嘴巴再回来想想啊，嘴巴的位置是在 F 跟 E 中间空了一个等同于鼻底的一个距离，然后这么宽，我们再空这么宽，那么中间这个位置就是嘴巴，但是嘴巴写实跟卡通不一样，其实卡通甚至说一个圈就能表示，但是如果说是写实的，它就需要有的是，我给你们看看，我之前做了一些弄了一些这个啊，还找了一些图。如果写实的嘴巴它是一个长条的，写实的嘴巴是一个长条状的啊，你画法就要不一样。所以说卡通来说的话，嘴巴的位置基本上你要首先要比鼻子要窄，你千万不要鼻子画过来之后嘴巴画成这个样子，就是很难看，就是嘟嘟嘴也没有长成这样的。所以说嘴巴它会有一点突出，但是先把上面给它画上去，然后下端要比上端窄一点，要稍微窄一点，然后咱再去走下巴，下巴是最底下的这个距离，对吧？最底下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包括侧骨，我刚刚说过了啊，这个叫下颌骨，想起来了，下颌骨啊，这个位置它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角，想想啊，
这样去画啊，这么去画。然后后面呢就是咱们脖子的一个距离，对吧？咱们脖子的一个距离。那如果说你这个位置想让它温柔一点，你这个颧骨就不要摆得很明显，因为很明显是针对于男性，女性呢相对来说任何都以柔为主，所以说它可能肯定会有角，但是不会那么明显的去有那个角啊，不会有那么明显的那个角。哎，就找这个比例，然后整体这个有一点偏卡通了，或者偏写实了，但是要真正卡通的这个画法来说，哎，我们这个位置一定是特别柔和一些，首先，然后下巴要稍圆润一点，然后鼻子多多少少有这么一点意思啊，嘴巴画上去，基本上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啊，然后再将这个发际线留好，是吧？头发的厚度出来，后面发际线啊，我是一个齐头发，它一定是头发向四周去扩散，有点凌乱啊，就大概这么个意思。好，这嘴巴会吓人。简单一画，就是侧面就是偏向于这么一个角度上去，偏向这么一个角度上去啊。所以说，在角度的不同，它面部的一些距离，这些都是不一样的，距离不一样的。甚至说，如果说这个你感觉太明朗，它的边缘线，你可以给它圆润化，给它圆润化啊。整个眼睛可以再往前挪一点，根据它面部的大小，你比如有的人他就是适合，他就是你想画的。凶一点的啊，他眼睛距离你就要缩短，然后比较憨厚、憨厚的那种、呆呆的那种，两个眼睛的距离就要离得远一点啊。这是一些面部的一些问题。好了，基本上头部的就差不多这么多啊，头部的差不多就这么多。这个注意啊，注意嘴巴这个画法，侧面会了啊，注意侧面的下颌骨的画法。下颌的画法，哎，有这么一个角度，千万不要给它这么竖上去，竖上去尖下巴颏非常非常不好看啊。就是写实中很多人都要要求追尖，要求尖下巴是吧？尖下巴咱也是有一点点弧度也好看，但是画画就不能给它画丑了。好了，继续头部我给大家说到了，你没见过呀？给它按了下巴颏你竟然没见过？我这有很多画的东西，我回头有机会我们线下的时候，我有很多画板，然后用画板再教大家去画啊。画完这个，我着重再给大家去画一些眼睛和嘴巴、鼻子，简单的几种画法，大家学会这几种就差不多啊。来，我找几只写实人物啊，写实人物，眉毛有上眼睑，注意区分上眼睑，还有一个下眼睑，还有下睫毛，它这些都是有宽度的，是吧？内眼角、泪线，然后整个眼球带中间。但是所有的眼睛它是一个球体，卡通的也好，不管什么的也好，你千万别给它画错了，它是一个球体。眼睛是一个眼球、眼珠啊，这是我们眼珠，然后通过的皮肤，哎，给它包裹，哎，再加上眼睫毛或者上眼皮，是不是？上眼皮进行多画，它露出来的是我们眼珠的部分，露出来的是眼睛的部分，哎，然后但是眼睛整个还是什么？还是一个球状的，所以说千万在画的时候不要给它画错了，要找好它的一种这种凸视感啊。这是咱眼睛，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眼睛的一个细项，咱们快速去学一个眼睛的画法，卡通版的人物像测试图比较多吧，对吧？测试图比较多，来像偏向于迪士尼那种的，大家跟着我一块画啊。今天这节课我真过瘾，画的画，从找了一下当年的感觉，当年卡通迪士尼嘛，迪士尼公主大多数是以大眼睛。来，我们先画一个弧度。把手腕控制好手腕的力量啊，去找它这个眼睛这个弧度，给它敲一些。然后呢，接下来咱从它的外眼角的后侧，记得吧？咱所有的这些都是这么画过来的，是不是？这么画过来的，哎，上眼睑，然后外眼睑的下侧过来，就找这么一个大球状，你来这么去画。画好之后。咱怎样从中间找好它这个眼球，它是往右上角去看的这种的情况下啊，往右上角去看，它不可能是一个圆，但是你就接近于圆就好了，这样就能大概看出来了吧？这是它的上睫毛，
哎，注意它的笔记问题。橡皮啊，利用它。小朋友在这看着画，跟着画。好，然后呢，我们把它给它做个双眼皮儿，给它搞个双眼皮。双眼皮一定是在上眼睑的外侧啊，上眼睑的外侧给它连过去。它可能是在角度不同，它可能是整个平行的，也有可能是往下的。只要是双眼皮，大概就差不多。你发了一张图片到群里，我看一眼啊。意思对了，意思对了，就是她的发型有点凌乱，意思是对的啊。然后这个小姑娘还是个小尖下巴，一般来说谁画的画就会偏向于谁，就有这么一句话，就画的人物大概画一个连心也好什么也好，就会有点像，你肯定也是个小尖下巴，你看小尖下巴这个地方给它圆过来，这里给它圆过来，不要出现这种拐角啊。卡通人物一般情况下没有这种啊，这个没有问题，嘴巴给画成一个圆。其实挺好的，比例是对的。然后把这边，你看它有点太竖直了，它斜向的眼睛一定也是斜向的，往这边走一点啊，稍微倾斜一点就好了，好吧？这个问题不大，就那个眼睛和下巴的位置。哎，眼睛画到这儿，咱给它做上啊，做上，把这个眼睛眼球给它填黑眼球嘛。卡通人物没有要求那么多纹理细节，所以说大概画一下就行。记住上眼睑挡住的位置，你们去看一下上眼睑挡住的这个位置，因为有眼皮的遮挡，所以它这个地方一定是要比下面颜色要深的。就是哪地方该深，哪地方该浅啊？哪地方应该最浅？白眼球虽然是白眼球，但是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颜色，还是有一点颜色的。把它填上，然后着重再去加深。你看看那天我那个画迪士尼公主那个也是眼睛的深浅它是不一样的，用深蓝和中蓝、浅蓝去表示，深蓝、中蓝、浅蓝去表示，由浅到深再去做加重，哎，再去做加重，其实眼睛的高光就会出来了嘛，对不对？整个眼睛区域，哎，好，这样呢，剩下这个。就当做他眼睛一个水汪汪的那种状态。你像越水的眼睛，女性的眼睛一般偏向于水汪汪一点，然后所以你这个空白区域可以留的大一点，但是你想让它就是别那么水汪汪的，那么你就少留一点，就留一部分，你圈出来，然后把它给填上就可以了，好吧？就这么去画啊，就这么去画。注意眼睛从内眼球到外眼球，这个眼球刚刚接了一个电话，非得打，然后把这个球眼睛黑眼珠，它整个纹理是这种。啊，散开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你们填色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填，但是不大，咱以填色为主。好了，上眼皮、双眼皮儿给它画上了，下面这儿给它走了，但是它是不是应该加粗？还有一个下眼睑的位置，哎，咱给它简单一示例，然后把它的睫毛给它画上。睫毛注意啊，根部是粗的，不要画的整个很细，然后注意它的角度问题，越往中间的是不是应该越翘一点啊？越往中间越翘一点。慢慢走一走，然后变细，哎，变细，这边也给它走一点睫毛，这个就当它后睫毛了，是吧？我们去画。下眼睫毛，哎，这个眼睛不就出来了嘛，是吧？其实所有的漫画来说，无非就是盯好上端，下端呢，其实一般就是一半，然后给它。一般迪士尼公主的，你会发现她所有眼睛的上边颜色都会比较深，也就跟画眼线一样。然后在它之外再做出它的双眼皮，再加上一些睫毛啊，哎，就是这么去做。然后根据眼睛角度的不同，它可能呈现的这个效果也是不太一样的。但一定记得最上侧是深的啊，你可以从下侧开始去画，哪里颜色该浅，哪里颜色该重，是不是？你们会画一个，知道它的一些状态，哎，它就好多了。画哪个都不大哈。是一般小女生公主的眼睛，啊。啊，
哪里该深。要正视图的话，上面要比下面深，下面是最浅的，就每个角度出来的眼睛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么去画这个眼睛，注意好它的比例，注意好它的一个状态啊，还有它的角度啊，不要一双眼睛。我这边再画一个吧。一双眼睛，它一定程度上它是对称的，但是千万不要怎样，千万不要给它画成一个豆眼，给它画成豆眼这就难看了。这个角度在这儿，那么它透视的话，眼睛一定不可能在同一个位置上，一定不可能就是不在同一个位置上啊。眼圈儿，哎，它的这个光在这儿，那这边的眼睛的光是不是也应该在差不多的位置上？它不可能在这边啊，在这边它整个因为球凸出来的一些高光反射的就不对了。简单涂色，就咱正常卡通就涂色就好了。这个画的就凶了，一丢丢啊，双眼皮搞上，就是一个简笔啊，就快速去画这些人物。哎，画，开始往上走啊。就眼睛，大概你们就这么去画，就这么去画就行。其实掌握好它的一个眼睛的角度，掌握好眼睛黑眼球，它正向看向哪儿，然后它的光整个都在什么角度上去，哎，这么去走。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卡通人物的鼻子，卡通人物的鼻子。卡通人物的鼻子一般来说很简单，不是一个点儿就是一个勾，不是个点儿就是个勾啊。快速给大家去讲完鼻子和嘴巴，然后这个咱们这个卡通人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然后那个我再给大家出个实操的视频，就不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然后剩下时间再去给大家做一个穿戴甲，就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穿戴甲的操作一些注意事项这些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说大家坚持一下，把这个课学完，你们要是不精神了，我就把你们头拿过来，大家再看看。好了，接下来看我有很多这个找了一些上网找了一些卡通人物对称眼睛的画法啊，你们看一看它有多种多样的画法，随便去画，其实只要掌握好它的一个基本构状态啊，画哪儿都行，画哪里都可以，画哪一个都行。然后你们到时候截个图啊，截个图去照着画一画，试试不同的眼睛的一个画法。你像这个它就有一点偏向于豆眼，对吧？但是我们如果把它的高光给它改变一下，它就好多了。这一种好了，男生女生啊。你想想，你能一眼看出来哪个偏少年一点，或者说哪个凶一点？对于每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对吧？眼睛的状态就不一样。我再看看，大家这个嘴巴，请大家看明白。嘴巴呢，一般我们先去画一个什么？先去画一个长方形。啊，嘴巴我们去画一个长方形。老师，这些图片要发群里吗？我不发群里了，因为很多宝宝他也没在。然后大家截个图吧，你们需要看看就截个图，我就不发群里了啊。这些你们看看，你们截个图找找就行。其实都一样，随便去找一个画，都卡通版的，就是线条组合非常简单，线条组合非常简单啊。你截个图，就这些画法，或者说你们需要的单独去找我要。单独找我要，因为有很多都是自己画的，然后我发给你们。那这些都是从网上去下载的啊。截个图，截图，待会儿看看画法。惊讶的啊，就委屈的，是不是？这些眼睛都能表现出。通过眼睛这个就比较纠结，比较愁啊，就根据眼睛形态就能看出这个人的表情。这是正视图的，你们截图看一下。嘴巴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先去画一个这个长方形之后，然后把它的一个嘴巴啊，把它一个这个给这样区分，
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把它给4等分吧，你们这样去说，把它给4等分，只不过中间这个没有去画。然后画好这个之后，我们把中间这条线就作为什么？作为我们嘴巴的中间那条线，嘴巴中间那条线。但是嘴巴中间那条线呢，我们整个嘴是以球状存在的。比如说这中心点，这是一个球，这是一个球，这是我们的上唇的唇珠啊。然后到下面它也是有2个球，下面的嘴巴也是有2个球状。也是有2个球状，然后我们来从一边开始去走它中间这条线，看啊，遇到这个球的时候往上拐，哎没有，遇到中间球的时候往下走，哎再拐过来，顺着这个球贴着球走，遇到这个球的时候，我们又要往上再去拐，然后再下来，最后出去，再简单化啊。或者说这2个唇这个球靠得再近一点，哎，嘴巴应该是怎么一个状态？我画到这儿吧，这样会明显一点啊。它是嘴巴也是有3个球组成啊，但是上面的球可大可小，不绝对啊。然后嘴巴来这边确定一个点，然后过来，哎，到球了。所以我们画嘴唇线的时候，一定不要给它画成一个直线，它是有弧度的，然后，哎，上面的弧度确定好了之后，我画的比较厚啊，这个嘴唇画的比较厚，就是这样。哎，中心线越往球形吧，球形越往外侧，它这个线是不是一些弧度，对不对？线是一个弧度啊，你们这样去理解。然后到下嘴唇，也是，哎，不能画直线，因为它中间它这里是一个弧度的啊，多多少少有一点，它不会很明显。然后再从侧边给它过来，这是一个嘴巴的形态，然后同样也是一些球啊，也是一些球。这是我们嘴巴的一个画法，如果说这是比较写实一点的，你画的会特别的准确。如果说想要这个薄情寡义的人，一般嘴唇都偏薄啊，所以说上嘴唇的话，你可以给它适当的给它变薄，下嘴唇可以变厚，整体是吧？整体它不一样的，整体是可以画薄嘴唇，可以画厚嘴唇，但是这个点的位置上一般是不会错的。好了，我再要给大家去画一个简单化的一个嘴唇。我们着重简单化，就是再画它的中心线。比如说它中间这个唇珠位置它是一个弧度，所以说，哎，我们再画简单化的话，一般是，然后画好下面这条线和上面这条线。所以说大家会经常看到，哎，它怎么去简单的去走这么2条？我给大家之前打印的一些，看。就是直接从画完之后扫描弄的啊，这些都写字儿。这是一个标准嘴唇，是不是它的唇珠？哎，从这儿你看，这是一个球，对吧？这个球，这地方又是另外一个球，哎，这样去走，几个球的组合，是不是？然后麻烦一点的就这样。如果你要简单画，像画卡通版的，哎，可能说几个线条，直接就只是把它中间这条线和上面的这个，哎。除了这个地方给标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再简单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一个微小线，其实就是画的我们嘴唇中间这条线，哎，一条微小线，是不是微小线？哎，就是简单画的了。就是我们在画迪士尼公主的时候，一般不会画这么标准，但是一般就是偏向于这些，然后在中间给它稍微填一填嘴唇的颜色。但是你要画标准的，一般就是按照这个，千万不要给它画成这样的形状，会非常不好看。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多多少少给它有一个弧度，哎，有一个弧度出来，做出来的嘴唇会更好一些啊。是一个嘴巴的一个画法。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瞅，还有还差在哪？眼睛学了，那个学了，还差一个嘴巴，对吧？还差一个，你看这个嘴巴，我还给找这么一个图，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嘴巴，它的展现形态。不同嘴巴的展现形态，所以大家要学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你们多看看吧，先截图，回头自己去看一下。然后最后是一个鼻子，鼻子的一个画法。鼻子其实，要比其他来说要简单非常多，但是着重在哪儿？鼻子它其实也是几个形状的组合。然后我们画简易鼻子的时候啊，我们画平常的鼻子，一般从鼻梁这儿出来探出来，
弹出来，形成一个鼻尖，哎，过来，对不对？然后这儿可能再加上它的鼻翼外侧，从侧面去看的话，所以说我们写实版的话，可能是这种，因为底部是阴影啊，它是阴影部分，所以说在卡通里面，我们的鼻子一般就是画一个这。或者你没有这么尖啊，但是一般就是这样的。这个画的是哪儿？这么的话，其实就是画的我们正常鼻子的鼻尖，画的鼻尖部分。所以说，大多数你看这些漫画的也好，这个咱迪士尼卡通类的，一般不会把整个鼻子这样画出来，它会非常不好看，因为上端有实有虚，有深色的，有深的地方，有浅有那个暗的，明的有暗的地方，所以说深的地方可以往上加，它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绝对不可能是这种的啊。这种呢也有卡通版的无所谓，反正卡通版你甚至说你就点个点就可以了。就跟咱最开始就是这个，是的，在侧面，哎，我就点一个点，那就代表我的鼻子了，就不需要画的这么复杂啊，这么复杂啊。这是咱们今天的一些这个画画的课程，然后接下来呢，我不知道大家能掌握多少，没有发群里的是吧？着重再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穿戴甲啊，穿戴甲其实，比较简单。穿戴甲其实用的就是我们贴甲甲片。用贴甲甲片去做，就是后缘薄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后缘特别硬的话，它上手会非常非常不舒服，会比较硬。太精彩了，美甲系学起来内容好深。你如果会画画的话，画的会比较好。但是你像真要细学大面的话，我随便教也就那样，对吧？就是还是能多学点吧。要不你画卡通人物，但以后要想多挣钱，还是得跟这种高级款式上去啊。后缘比较薄的，要选后缘比较薄、指尖厚的那种甲片，就是咱贴甲甲片。或者说你整体很薄的话，倒也行啊。但是穿戴甲一般要比真实上手做要简单很多，因为你可以避免很多这些打磨啊，怕它开窍，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些塑形的问题，直接涂色直接粘。唯一剩下的就是你在做的途中有一些细节处理，比如说粘钻怎么不容易掉，哎，这些点上你去好好去控制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是穿戴甲贴甲甲片。用什么样的，然后它还会用到什么啊？除了这些甲片以外，还会用到我们的果冻贴。这些你们去阿里巴巴去买就行。尤其真要做的话啊，它现在很多都直接给你们打包好的，一般一套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啊，带着很多的这个果冻贴纸啊，带着一个橘木棒，但是贴纸一般不会备这么多，一般你们就备着1张或者2张就可以，1张2张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然后其实这些成本都不高，你打一看，这些成本都不高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包装什么的，等等，其实现在都可以搜到，因为穿戴甲做的非常多了啊。这是果冻贴是吧？橘木棒里面带着的。就是组合套嘛，就是一个组合套，给你一个包装，然后里面带着1张果冻贴，然后带着一个小塑料条和这个橘木棒，还有一个清洁棉片，成本大概在个1块钱左右吧，成本大概在1块钱左右，因为你买的多啊，我只是说单个分下来的话，但你要买的多的话。买的少的多话，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所以说，根据这所有的产品都算作你们的成本，都要放到这个定价里面去，啊。这是用贴甲甲片，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款式无所谓都一样。然后选甲片，接下来就是选甲片。选甲片有通用版，还有这个定制版。穿戴甲真的就很简单，你们随便现在只要学完去卖穿戴甲、做穿戴甲都能做得了。我们好了，我们选甲片，一般5个手指啊，5个手指，我就随便画5个手指头吧，5个手指头，1、2、3、4、5，我这样去记啊，1号用第一个用几号的指头，2号、3号、4号、5号，对吧？选甲片的时候怎么去选？一般来说，我们会有这个软尺，
就是用它呀。如果顾客没有的啊，我们就用纸去量。然后怎样呢？测量的时候，一般测量的是指甲最宽的位置。指甲最宽的位置，你看看有多少毫米？10几，这是10几毫米，对吧？你要量细的地方、窄的地方呢，后期这个地方会露着；量到最宽的地方，最多就下面会挡一挡。如果说你要定制的特别标准的话，你就说把你的指甲后缘宽度量一下，然后指甲最宽的位置量一下，然后我们对准好了之后，后来选某一个甲片，咱就给它量一下，它适合哪个甲片，这就是定制啊，这是定制。然后或者说想要什么款式单独的去做。然后通用的版呢，就是你们随便做好了直接给他们去卖。至于我们在选号的时候，选甲片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选，怎么去测量，好吧？去选一个最宽度、最窄度。如果感觉实在不合适的，该打磨啊，该打磨。形状也是该修好之后，直接放到咱们打板那个点戳上去做就行了。然后像通用的话，因为每个甲片上都有号，对不对？每个款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对你的甲片宽度首先有个掌握。比如说你在做之前，提前把你所有的这些型号给它写出来，它在几毫米、几厘米，到时候顾客选的时候，他咨询你就不用单独再去测量，直接对应这个号告诉他选几号，或者说几厘米，你就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是不是？提前测量好。然后一般像小拇指呢，用的都是在8号、9号上，一般都是8号、9号。如果你做通用的话，你就用8号、9号去做。然后像2号和4号比较常用，用的会比较多。他们两个这个也差不太多，宽度什么的也差不太多。你像我指甲偏小的话，像这个甲片我就用到了6号，所以说一般在个5、6、7、5、6、4、5、6，我看4号会胖一点，4号偏向于中指一些。4号，然后5号，2号就是6号，这个5号，每个人指甲宽度不一样啊，每个人指甲宽度都不一样，甚至说7号，有的甲片那个7号都会用得上。你看我的7号做我的无名指都是可以的，每个人他指甲的宽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只能定个大概。甚至说有的这个穿戴甲一套里面就同一个颜色，你比如说虽然是搭配一个版，假如说这是搭配了一个版，但是我只画了这一个，其他都是纯色，那我多给你配上2个，你去替代着也好。但是这个穿戴甲这个甲片选择我们是宁小勿大。啊！如果实在没有同等的号，选择给它小1号也不要大，因为加上果冻胶之后，它整个高度会变高，所以两侧的话如果特别大，它会比你的本甲还要宽，就不好看了。所以说宁愿小一点，旁边留着一点点都没有问题。但穿戴甲一般定制版的就是比较贴合眼识的啊，然后4号和2号又差不多，5、6、7，5、6、7，最好大拇指呢一般在了0号到3号之间，好吧？通用版。定制版呢就不用说了，就跟咱这个似的。好，5个手指你标注好，左手的每个手指的尺寸啊，右手每个手指的尺寸，对吧？你去标注出来，我根据你手指的宽度进行标准的打磨，然后而且那种做出来之后贴到指甲上是比较贴合眼识的啊，这是这两个。好了，这是定制版的一个做法。再就是剩下的款式中，定制版的款式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是穿戴甲。然后另外我们穿戴甲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细节，让我想一下啊，就是一个选的，然后另外怎么去做，然后具体款式你们就会了吧，是不是？就不用我再去给你们细说。另外就是它的一个穿戴方法。一般果冻胶它都是有这种，现在都是这个，有大的有小的，从大到小的一个顺序，根据你甲片不一样，你选择不同的大小。你假如我贴这个无名指，我这个甲片正好了，我就对应选择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个果冻贴。它一般果冻贴呢，它有一个这种细的边，有一个细边，有一个宽的。它果冻贴都是一次性的啊，这些都是一次性的，能不能看清？这样的。然后拿着后缘贴到我们指甲内侧里面去，贴一般是贴指甲的后缘，不贴前缘，贴后缘啊，一般是贴后缘。贴后缘的时候，我们可以横向，可以纵向，这个无所谓，只要把所有里面给它贴实就好。你看这个对好了之后，贴紧了，把外面这层皮儿给它撕下来，然后我们就进行本甲的去贴合就好了。贴的时候也是从后缘慢慢给它压下去，相当于咱正常贴指甲一样去贴气泡，它是比较结实的哈，这是戴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给大家去说的时候，给你的顾客去说这么去戴，尽量选择后缘。你看你选好了对应的甲片，你贴出来，它肯定还会有一点点宽度，但是大家知道是穿戴甲，所以说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然后真正上手的话，它还是比较好看的啊，也比较好看的。然后我们在卸的时候怎么去卸？不要暴力去拆卸。我们里面不是赠了一个这个小的锯木棒吗？赠了一个这个小的锯木棒，我们拆的时候，哎，从指甲的一侧把锯木棒给伸进去，慢慢的，不要特别用劲，顺着指甲的弧度给它撬一下。给它撬一下，然后后缘也给撬一下，把这些胶给弄开，因为它粘性非常强，你直接做也会顺带的伤害你的本甲，好不好？穿戴甲已经活挺长时间了啊，然后试试能不能拿下来，这样再去弄。有的时候可能在甲片上，有可能在指甲上，但是这个都是一次性的。你这个弄好了之后，觉得还能用放回去。然后指甲上这些怎么清理？你就把锯木棒放在某一个边上，然后开始旋转。相当于用它给它粘下来，这样呢，它对自己的指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伤啊。手给它转，哎，就下来了，就这么下来了，这个就没有用了，就需要再重新再去换啊。穿戴甲，其实穿方法、卸方法，就唯一注意的是不要暴力，贴后缘，对吧？这是这些的一个注意点。好了，这是咱们穿戴甲一些点。今天基本上这个课程的内容就差不多。